2次国服主办世界赛，2次决赛现场韩服内战。那一年，魔王延续了他的统治，凭一己之力让 LPR 一败涂地。丁，你得到一次机会，可以回到8年前力挽狂澜。眨眼之间，我重生到了2017年，并且得到了第1个任务。系统派发任务，成为职业选手，进入 LPL。接受任务。我用了3个月时间取得试训机会，而我的对手却是晒。虽然17年的晒哥也强的离谱，但系统给了我一个连他都碰死不了的选手模板。来吧，肩上单的对决。破碎正在终结，传奇正在重塑。剑锋所向，即是目光所及之。对面到底是谁？很不简单。明明这2个角色都是我的绝活，但我感觉他的熟练度并不在我之下，甚至比我还强。全球3大瑞文中有这号人吗？程璐哥，你一定很疑惑吧？明明自己的瑞文早已称霸韩服，但却从未听说过有人的技术比你还强，甚至对你的招数也一清二楚。胜负已定。风之所往，万念皆服。干啥？这怎么可能？能这样压制我的，至少也是顶尖职业上单。对面到底是谁？T1的苦寒还是3星的枯萎？怎么样，程璐？你觉得这个新人打野的实力如何？很强。不对，你说什么？这个人不是职业，甚至不是上单。因为我拿到的模板是18年的巅峰晒模板，即便是你，也无法打败1年后的自己。对面这位你们可能不认识，但是相信我，之后你们肯定会认识他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，小爱，打完这场试训，任务应该完成了。果然，任务已经结束。恭喜您成功完成任务，获得奖励。朴老师，打得不错，这场直播结束 ，WA 的俱乐部应该倾诉你的实力了。你打赢了韩国选手 ，WA 的领导层应该知道你的实力了。朴老师都看了 ，WA 那边给我的报价是200万1年，好像跟讲好的不一样啊。你值得500万，但 WA 只愿给200万，因为你空有实力而没有出身，你懂吗？因为这是17年，国产选手的年薪永远比不上韩援。即便我正面击败了韩服职业选手，却依然要被质疑。这就是这个年代国服和国产选手的处境。但今天这场solo之后，他们至少要应付这200万啊！再说你也该知足了，19岁就年薪100万，而且还是200万。关键是这个价格，还不如个替补韩援吧。1年200万，你觉得国产选手值这么多吗 ？K 总，虽然他是国产选手，但实力是超过韩援的，这在刚刚的 solo 上就证明了。实力是一方面，但流量呢？既不是韩援，又没有老选手的粉丝基础，俱乐部能靠他赚的钱吗？这个，我觉得不值。这样吧，你跟 PDD 说，先付50万，尾款在春季赛首秀之后再付。这，您打算让他首发吗？新人一上来就是这么重要的比赛，会不会压力太大？他必须用比赛结果证明自己值200万。如果他打得不好，1周后，我加入了 WA 俱乐部，但等待我的却是嘲笑和孤立。你会不会玩啊？让你抓上，你为什么不来？啊？野区拴条狗都能赢的局，这也能输？青训队的训练生敢嘲讽主队替补，以为饮水机没脾气吗？想来喷什么？菜的像个青铜，冒充打职业的。等一下，你想做什么？闭嘴！队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局全输在野区，新来的还太嫩了，还是回青训营再练几年吧。始末是新来的主力替补，难道还跟不上你们训练生的水平吗？最怕新来的脾气太大，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，得压压他的脾气。还有你，有分歧请好好沟通。张弛为什么对你有意见？因为我来自8年之后，所有版本机制都一清二楚，
在 S7 时代，没有人比我更懂这个游戏。S7 版本注定了上单是边缘线，而下路核心是打野的绝对第一选择，中路法核则是第二选择。哪怕自身发育保障，也去作为第三选择，也不会考虑过多在上路浪费时间。既然和教练说的一样，这个赛季要委屈你了。上半区注定没有作为，新战术一定会围绕下半区展开。我明白了，教练。他和教练的想法一致。拿着自己次级联赛的经验来职业赛场逞能，不如回你的次级联赛。你们两个都闭嘴！这是竞技，拌嘴不如对练一局。菜的人闭嘴。正合我意。好啊。选英雄吧，这个版本上路无非就是坦克或战士。先让我看看这个新人的英雄值啊！裁决之力一往无前啊！这是射手，怎么选这种东西走上路？对啊，选错了吧？不，很出色的选择。射手完全克制现在版本热门的坦克英雄，但也只能在前期有优势。一旦到达中期，不对啊，为什么张弛一直没升级？因为 S7 版本经验区还未扩大，射手的前期优势被压得坦克到达中期，直到几年官方扩大的经验区，坦克的弱时期才有了恢复。暂时让他领先。有点意思。这英雄真烦。妈的，不玩了！你太赖了吧！用射手走上，敢不敢用同英雄单挑？算了吧，张弛。他在来俱乐部之前就在上路打赢了晒。啊？不会吧？不可能！如果是真的，他训练赛怎么会这么捞？介不介意和主队来一把训练赛，证明一下自己？啊！衣服很适合这个版本。难打。难打，劣势太大，确实难顶。操，还真又让他赢了。简直就是在内猜。轻轻又松松，这就赢了？这么简单就把一队掀翻了？打得不错。教练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跟我出去聊聊。你们的阵容有哪些人？康、旺仔、大舅哥、二舅哥、张弛分带一队，新人分带二队，并且带队赢了一队首发阵容。看来这个新人对版本的理解很超前，下半区的打法也很适应版本。是的，体系和战术都来自他的想法。他今年多少岁？19岁，可能还没到巅峰期。职业选手操作犀利倒不罕见，但敏锐的战术直觉却是新人里少见的天赋。我想让他首发一场，你的意思呢？我没意见，但康帝可能会不满。知道了，叫大家来开会吧。过来集合，有新安排。1月21号我们打揭幕战，教练组商定的首发名单如下：腿哥、旺仔、大舅子、二舅子，还有始末。什么？我被轮换了？其他人继续复盘。康帝跟我出来。教练，揭幕战我不想替补，我想上场。你确定吗？揭幕战我们的对手是上个赛季全胜无败的那支队伍。EDG， 而且你的对位是 Player Love 7。Player Love 我知道，Player Love 7是谁？这是厂长上报联赛的新 ID。那个男人，他要在这个赛季赌上余下的职业生涯。厂长这个赛季要玩命吗？所以你想在揭幕战对上这个状态下的厂长吗？我知道了，但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要原因。揭幕战让新人首发，赢了的话就证明200万花得很值。可揭幕战如果输了的话，朴老师答应我不用付尾款。我明白了，多层考量之下，新人得到了首发位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
欢迎来到2017年 LPR 春季赛的揭幕战现场，我是泽源，我是雨露。LPR 职业联赛揭幕赛厂长并未亲自出手，相对的 ，WA 也派出了新人打野，这是老牌强队的默契吗？蓝色方最后一手留给了始末，这位新人打野会如何选择呢？杀机未现，藏锋于影。啊？什么？他做了一个很罕见的选择。是选错了吗？还是说刻意为之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他选错了吗？不，他没选错，是你们的阵容太差。三法师一射手，你们全是零。可是我们转念一想 ，EDG 的阵容全都暴露在刺客的威胁之下呀，而且教练和选手们都很从容，显然不是乱选的。S7 更新的战士打野刀很适合杰呀，再加上现在杰的无兵被动还未被调整，发育速度难以想象。最重要的是那个天赋，现在就要拿出来吗？练的就是为了上比赛。好吧，这把我们有野河，线上慢慢打。明白。教练，我该怎么打？你必须能限制住刺客进场。好，这边锁下了盲僧，应该是想通过前期节奏来打乱杰的发挥。中路的英雄选择针锋相对，上路的选择也火药味十足。两边阵容都偏进攻，相信这场揭幕战会很精彩。双方都是在下半区开野，看来会在上路相遇。不对，杰的速3速度太快了，他的路线是要抓下。天哪，这波打出了下路双闪，反观盲僧这里无符稳健之灵，他腿根插就到了，他根本不给机会，盲僧只能反野止损了。中野6级之后迅速打出4包2，下路双人组没闪没溜，只能塔下等死。打到人头的杰更是化身杀戮机器，杀进江南100万兵，腰间宝剑血，他简直是为所欲为。后面已经毫无悬念，他掌控了比赛节奏。最后恭喜 WA 拿下揭幕战首胜。这把始末选手向我们展示了杰的抓野速度和跑图能力。到6之后的无伤越塔，恐怖的爆发力让人叹为观止。相信这场比赛之后，各队都要开始研究这个英雄吧。那么比赛结束 ，MVP 想必不出所料，果然是给到了9-0-8的始末，他的战绩太豪华了。很难想象这是新人首战的表现，简直是老将风采。第一次打职业感觉怎么样？常规赛18连胜的队伍，就这，虚心点，这还不是 EDG 的完全体。厂长还没上呢，你早晚得和他对轮。走吧，还有赛后采访呢。恭喜你加入了 LPL， 并且第一场发挥就这么亮眼，现在你感觉如何？朴老师告诉我 LPL 的比赛会很激烈，我觉得就那样吧。WA 别引战的你，哦，这新人真会出手。第一场比赛你就选出了打野杰，是队伍准备好的秘密武器吗？没有，感觉好用能杀就选了。那你新入队伍就能和大家这样配合，是有什么诀窍吗？线上打得好，野区拴条狗都能赢。不行，我要憋住。那对今晚的对手打野艾萝莉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快去请老祖出关。这个小子。喂，多谢这董今晚上肯让新人首发，我替他谢谢你了啊。是我该谢谢你，这个新人潜力很大。他包的嘛，要不是他想打 LPL，500万我都不放的。但咱们之前定了，他剩下这1年合同是200万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坐地起价，只要你们让他好好发挥就可以了。那剩下的150万，我让财务给你转来。那麻烦金总了。这小子今天真给人长脸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什么想对朴老师说的吗？朴老师，你看我屌吗？文哥，今天采访你很忙吗？采访这么跳的话，基地会被冲烂的。输了，说什么都是错的。赢了还不许装两下？装可以，小文，但是年轻人要讲武德。没碰见厂长罢了。所以你去年打ED是一场没赢，是因为运气一直不好喽？再说一遍。够了，都坐回去，把嘴闭上。哼。新人虽然强，但也难管。
这队列氛围，老大，200万转会费他们没意见了，打得不错，你自己打出来的全转给你，以后好好打啊。原来比我还高，新人200万吗？队里好像只有韩元比他高了，但他真靠得住吗？谢谢朴老师，我晚点回给你。职业赛事的揭幕战流量真不错，一下午就涨了7000粉，哇！感谢一个瓜皮送的10个火箭，谢谢朴老师啊！别藏了 ，ID 都露馅了。感谢教我朋友打职业的20张办卡，等会儿我来给他试训，好吧？感谢还在 C 的一个飞机，祝老板越来越 C， 永远不死。感谢各位老板，兄弟们别刷了，冷静一下。老板们大气，破费了。我看到有人说，主播赢了 EDG 是不是纯靠运气？不是的，好吧，兄弟，我上2-0，你上真不行。还有兄弟说想学打野节，哎，正好我知道一个叫 WA 始末的直播间，建议兄弟们先点一波关注。好了，想学野和节的兄弟们，第一课来了，认真听讲。我以为你永远不会选我。野和节的第一课就是阵容不好别硬选，不然始末使用了瞬域影杀阵，夺过了卡牌的黄牌，直接万军从中直取上将首级。哇，他没死，他还在秀，还在秀。这个千羽太致命了，成功拿下最后一波团战。让我们恭喜 WA 成功取得春季赛的3连胜！我警告你啊，新来的，不要以为赢了几场就能在我面前嚣张了。你破防是因为我断了你的连败奖，是因为你很欠揍。想进赛的话，就继续。准备开会，有新安排。首先，恭喜你们拿到连胜，但你们也暴露了一些问题。教练组从队内语音里能听出来，你们的指挥乱得像网吧赛。我希望以后能停止协同指挥模式，改为阶段性指挥，也就是发育期过后由野区主导指挥。因为春季赛的3连胜，很大程度来自于始末的冷静指挥。教练组认为接下来的比赛可以试着让始末指挥团战。教练，康帝太久不上，会不会影响状态？哦，为什么问这个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我的原因。我觉得没有选手能在饮水机旁边保持手感，应该让康帝有上场的机会。我也需要训练的时间。什么？始末？总之，我个人是这样想的。他在为我说话。既然这是你的意思，那下一场康帝首发吧。解散。始末，对不起，之前我有点太大声了，感谢你，还愿意为我说话。我是来加入你们，不是来拆散你们的。原时间线里，撇开他未来要做的烂事，其实也应该让他。欢迎来到 LPR 职业联赛，这里是 WA 对阵 RNG 的现场。我回来了吗？我一定要打得比始末更好。我要证明我比他强。怎么，有人能录了？今天的比赛 ，WA 选择了首发康帝。始末的退让，教练的容忍，队友的信任，我一定要赢，而且要赢得漂亮。康帝选择了赵信，他疯了吗？双方前期就爆发了激烈的野区交锋。太装了吧！点个赵信又跟我爆了。康帝抢到了小龙 ，RNG 只能后撤了。但是另一边，香锅也配合队友击杀了腿哥。香锅找到机会直接切了后排。旺仔也倒了，香锅这波开得非常果断。WA 只剩下的康帝一个人孤独的守在高地塔下，10-5-7战绩的康帝绝望。当看着10-5-7战绩的康帝绝望，当看着 RNG 冲过来的五人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呐！我要赢！让我们恭喜 RNG！ 想赢我，至少要把我放在眼里吧，康帝。
输赢。恭喜 RN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他不用。今天输了，浪费了你的好意，我想还是你去首发吧，可能你比我更适合赛场。康哥，你就输1把而已，当初我在 YM 一次保级赛都没赢啊，只是输了1次比赛，别把心气都输掉了。你记住，我只是个替补，你才是首发。对啊，我才是首发。我的出现打乱了队伍内部的稳定，导致了一些变故，希望他能早点找回状态。哦，帅哥的双排邀请，这倒提醒我了，练了这么久，正好看看帅哥MOBA的熟练度。以为你生成帅的综合数据，不过帅哥的数值还真是夸张啊，对线数值超高，但是也则刚及格。不抓敢杀，来抓敢死啊！喂，听得见吗？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你上场？我只是个替补啊，而且只是个新人，又不是你这种有实力的上单。没有，我不厉害，你比我厉害的。好羡慕你可以上场比赛，我去到 IG 还是上不了场。没想到那个世一上也会为了首发位置发愁吗？坚持下去吧，帅哥，你真的很强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会把所有赛区的顶尖上单都打成背景板。哦，那个很难做到的，但谢谢你说这些。别灰心，玩游戏要笑着玩。稍后，那我玩什么英雄？你随便玩，我来给你当狗。那我想玩这个。以背叛为契者，必以鲜血为重。WA 这个时期的帅哥就开始 AD 上路战了吗？那我来这个。生命之柱倒塌了。哦，你是又要玩那个吗？上分真是易如反掌啊！和帅哥一起排这么一会儿，熟练度就涨了吗？我们继续嘛。等等啊，玩吗？不了不了。充皮肤代付，可以吗？杀！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拿个3连胜就不用训练了？能不能学学人家始末？啊，看看人家多认真。始末能这么强，还是有原因的呀。这么快就开始单排训练了。始末怎么在玩射手？一定是为了打 RNG 在研究炮法。这辅助怎么这么惨？这 IP 有点像女生。你妈的在带妹！小文啊，带妹挺认真啊。坏了，腿哥，你听我解释。腿哥，你跑慢点，我跑不动了。让妹被队长抓包了吗？周姐又在钓鱼呀！姐姐钓我，我就是姐姐的狗。天呐，好和朋友双排呢。男朋友？不是，别想摸了。你们聊天都不闭麦吗？我以为你已经被嘎掉了嘛。哦吼，这新压抑小哥还偷听？偷听？啊，这口音是那个 WA 的新人。哎，行也罢，加个绿泡泡呗，顺便帮我和周姐一个小忙。哎，给个机会认识认识呗。你可别捣乱了你，小孩子，一边玩去。这几个小屁孩最爱起哄了。不过你姐妹居然认识我的声音。那可不呗，也不想想那天采访你捅了多大娄子，快去请老祖出关。来，叫板厂长，你可老出名了，大家都抢着认识你啊。刚刚姐妹说你需要帮忙，想谢谢殷勤。是啊，我们这个荣幸吗？那我就赏脸让你帮帮我吧。啊不，我磕头谢谢你让我帮忙。行啊，好吧，那就告诉你吧。我们认识一个小老板，明天晚上想拉几个朋友打个表演赛。如果你这个职业哥肯赏脸，那能请动你的人会很有排面。所以我有这个荣幸请动你吗？始末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宝蓝杰克 IG 的新下路双人。你好 ，Hello，肉鸡 IG 的中路。你好，你好。
宁，你的老队友，现在是我这边的首发打野，好久不见。以及 IG 的新上单。哦，好久不见，都认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被人叫来的呀，我反倒想问问你怎么也在啊？怎么，我不配被人邀请吗？你还是我的替补，你能来，我也能来。康帝是姿态和塔姐请过来的。嗨，要好好打哟。感谢朋友们团局，我介绍一下规则：两边队长抽签，队友随机分配获胜一方奖金，每人5万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带妹随便打打吧。嗨，我意思去 WA 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我倒是听说你和康帝有些小矛盾。不存在的，都够把哥们儿。什么？今天我要好好治治你那种。嗨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友谊赛现场，我是雨露，这里是安妮。没想到周末还得加班呢。等等可以找你史墨哥要联系方式。讨厌！这破网吧怎么有这么多职业哥啊？因为上月那个小主持想上网，榜一大哥就把这网吧买了。谁这么会装啊？那坐在那儿，他呀，那没事。然后人家又不是只会装，他组织几场这类线下赛，门店营收自然上升。我恨有钱人。我也是。怎么说？大家都打什么位置？咱这没中路，我中路吧。姿态哥，上路玩个能清线的。没问题，我外号杰克史泰洛。让爆炸再盛大一些。宁，你打野吧，会玩巨魔吗？我有个套路。啊，鸡哥，我们这把怎么说？演一演。为什么要演？我想把始末打爆。哥，我老板在那边。帅哥，玩的有操作的。哦，石头人可以吗？这个有操作。本次本店邀请了众多职业选手，有 WA 和 I 界的现役职业，你们觉得谁会赢？带妹的情况下，他还是输掉比较好吧。说得好，我压始末哥赢。好，两边正在确定阵容。杰克选下了女警，你要玩这个？这个稳。肉鸡则直接选下了女巫。始末会拿什么来反制呢？是僵尸，他拿出了坦克走中，像春季赛一样。他又在整活了吗？坦克对线太弱，我先来帮你。肉鸡挺强的。不用，中路别管我啊！我有一个小套路，有时候赢游戏未必需要优势。终于要开始了。杀机未现，藏风于影。什么？你输定了？不是下手轻点吗？这才几分钟啊，杀3次了。我也不想啊，可他就是往我塔下拱啊！而且打野不是他队友吗？抓这么狠！刷完三狼，我再来一波。又来！算了，我还有僵尸，1刀、2刀、3刀，这也是职业吧？感觉纯送啊！今天的始末好像不在状态，被抓的有点多了。要不我来抓个中？不用，你多帮帮下路。这下路需要我抓吗？都快相亲了。厉害呀！我 Q 的准不准？我们是不是演的太过了？行，那你去把老板干掉。快来帮帮我吧，顶不住了。别吃，别吃，别吃！要输了，我看未必。虽然中路始末死了很多次，但是反倒是肉鸡的中塔线被推掉。很难想象3N已经单推掉了中下路1塔，现在正朝着上路走去。场上明明是康帝人头占优，但经济反倒是始末领先。他一个人偷塔得有3个人才能拦住。康帝这边虽然优势，但5个人却不敢出基地，一走僵尸就来推塔了，而且死了也能推，根本挡不住啊！为什么我们要输了？OK， 破3路赢定了。我0杠13了，好耶！0杠6，躺赢一把。我们是怎么劣势的？他玩的太恶心了，有时候真想看看他脑子里装的啥。怎么这么多怪套路？不是哥们儿，0杠13也能赢啊！这个套路好像真能上分。干杯！今天多谢雨露介绍小文过来。是小文赏脸，这是当然。小文啊，今天这个打法太棒了，
既有节目效果，又能赢。听说你在 WA 还是替补？校长想招揽始末呢。校长，我还要训练。你有点晕了吧？我们去外面待会儿。哦，谢谢周姐结尾。客气什么？先回去吧。不能和海逞强，你小子。怎么样？今天没给你丢脸吧？没有，表现得很不错。那就好。不能和海逞强，你小子。雨落姐，你身上有桃子的味道。那你鼻子可真灵。到了。啊，到了吗？下次想贴可以直接贴，不用张嘴。完了，被发现了。拜拜。哟，回来了，小文，玩的怎么样？说话呀，哑巴了。完了，赶上女人了。小子，我跟你说啊，女人只会影响你闪现的速度。我不怕呀，我有系统。没救了，等死吧。腿哥，我不会受影响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知道的，我是西格玛。啊，对对对。T1未灭，何以为家？经过漫长的常规赛角逐，杀入季后赛的队伍已经产生。老牌强队 EDG 延续了他们的统治，以 B 组第1的成绩领跑常规赛。但注入新鲜血液的 WA 也势头正猛，在新生代始末的活跃下，队伍也来到了并列第1的位置。欢迎来到2017年春季季后赛的半决赛现场。本场比赛由 WA 对阵 EDG 决出小组第1。第一局 WA 选择让康帝首发。面对厂长，这对康帝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。毕竟上赛季康帝对上厂长的战绩是0-12。这一场我亲自输，攻好能01，打野第1人。来吧。开始BP，康帝先选出了万全星，厂长则亮出了他的绝活盲僧。中路学弟选出了妖姬进行配合，旺仔犹豫良久后，还是选择辛德拉给到反制。上路似乎是约德尔人大战，双方下半区的选择也都相继亮出。看得出来，两边都拿下了一个进攻型阵容，注定是硬碰硬的战斗了。没错，阵容已定，让我们进入峡谷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康帝，压力比他大。看得出，双方一开始都严阵以待，前期打的中规中矩。双方都在谨慎试探。6级瞬间 ，EDG 下路双人组找到机会，直接准备动手。可是康帝已经久候多时了，先打出中路闪现，又成功抓到下路双人组。康帝的前期节奏已经非常完美，厂长只能反野止损。怎么感觉康帝超进化了？以前叫我小康不挑你脸，今天你叫我什么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地图资源是康帝稳稳拿下了。需要我提前跟你吗？不着急，先生6，该着急的是他。但是意外好像要发生了，康帝是钻地状态，他没有周围视野，他的路线已经被看到，厂长和背后早早埋伏在河道了。逮到你了！康帝被链子连住，中野一头秒了。怎么会被发现的？康帝这波阵亡，小龙要丢了，又要输了。喂，打比赛呢，发什么呆啊？逆方就想点了是吧？趁康帝这波失误，厂长开始入侵，节奏把控严丝合缝，集合推进，趁优势压进野区。从开局到现在，厂长一次失误都没有吗？康帝是很骄傲的选手，打出优势便沾沾自喜，却不能转换成胜势，所以你也只是这个程度的选手罢了。而我则不同，我会赢。现在 EDG 已经拔完了所有2塔，开始准备大龙攻势。EDG 已经在龙坑落位，可是 WA 辅助仍然在努力做视野，没有任何人放弃。队友也在给康帝创造机会，2个人同时惩戒，谁的大龙？大龙属于康帝！把你的傲慢收一收吧，厂长！啊，有2把刷子。他顶住了压力，龙之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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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。WA 这支队伍再次向我们证明了他们的韧性。而失去大龙 ，EDG 也只能撤退。太意外了，翻盘局 ！WA 先下一城。不用担心，上把打得很好，对方赢了也不会变阵，我们继续维持就好。
难道还能被抢2次龙吗？就是，打得不错，很有韧劲。对不起啊，有点混了。没事，我 C 到爆了。哼，你 C 吗？是康帝吧？啊，你状态不太对，厂长给你压力这么大。没事，我顶得住。双方没有选择换人，依旧是上把阵容，连英雄选择都差不多，基本是上把阵容复刻。康帝抓下被厂长猜到了。旺仔这波支援野区，连带着自己也爆炸了。如果说上把康帝前期节奏是完美，那么厂长这把则是在10分钟就杀死了比赛。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。梅口，这次记得坐上视野。来吧，康帝，让我看看运气还是不是站在你那边。很可惜，这把比赛的中期基本是上一把的复刻。没错。龙之子并没有再次降临，太可惜了。厂长这2把的统治力都极为强大，不愧是国服编号001的权威老将。好了，上把已经过去了，打起精神来。我们先来安排下把需要注意的点。教练，我想让始末上场。什么？恐怕不行啊！输一把就换人下场，会毁掉职业选手的竞技状态。可是我不想说，我赢不了，但是我们能赢的。面对厂长老练的体系，始末的套路可以出奇制胜。你确定吗？不能说到赛点再换人。我们刚刚得到后台消息 ，WA 要进行打野轮换，始末将代替康帝在这一局直面厂长。被寄予厚望的始末能顶住压力吗？我们的底牌来了，厂长。终于来了，小子，来吧。康帝打不过，就拿新人来背锅了，说不定是上来救场。我打赛文，真的假的？小文，怎么打？腿哥，我需要你做一点牺牲。可以，你安先刷。这样我应该会被针对吧？新人是真装啊，因为他首发状态下没输过一场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始末却选了盲僧，是选择一抢代班减轻压力吗？厂长锁定皇子，这是要正面对拼了吗？会不会玩啊？就选肯定不行！你以为人人都是赛文？厂长这是要教育新人。双方阵容：辅助露露对位卡尔玛。让我们看看中路的选择 ，WA 选择了球女，而他的对位则是浪路，上路的对位则是忍者对骑士。最后看得出左边的阵容偏进攻，而右边的阵容偏……双方上路一开局就打得火药味十足，所以拼了起来。但厂长2级就来到了上路啊！厂长2级的抓手完全出乎意料，对哥直接送出了1血，厂长的节奏要起来了。让我们看看始末在干嘛。始末他还在刷野，我打得太激进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这把你的任务很简单。那这边再保守点吗？继续强势，吸引对方来抓你。腿哥传送回线，继续保持压制优势。看来他没学聪明啊，继续针对他。北哥被针对了，奇迹行者还在刷野。这新人该不会是买了吧？纯菜，不是所有打野都像赛文。厂长接连针对上路，始末却不作为，闷头反野，情况不妙。确实啊，要不来波上？我已经没办法补兵了。撑住，塔下文文经验就够，能赢。3包1，腿哥被越了，这下上路彻底炸线了。我得放掉1塔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会更快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中下野已经成型了，开始推进。啊？怎么突然间 ？WA 下野辅3人为什么突然战斗力暴增？一波就推掉了下路外塔。他怎么掉了？那始末玩个盲僧主护盾的？什么主护盾？没错，
对方下路的护盾像是半个血条，他到底出的什么装备？没错，这个打法原本应该出现在4秒 ，SG 香炉版本用出来效果非凡。别研究了，要不你们先来帮帮我中路，4秒一个盾，中路守不住了。EDG 好像是发现了，没错，原来 WA 这把的战术是献祭腿哥，人头优势的 EDG 反倒一直吊塔。学弟，你清不掉兵吗？始末的盾太猛了，输出跟不上啊！不行，得看，这样下去慢性负。准备切入。厂长在一瞬间找到了机会挑飞女警 ，WA 的这波推进太大意了。EDG 5人瞬间集结，这是准备最后一波了。WA 也直接选择原地列阵，我将未尝不利，双方正面对决。可是 WA 已经成型了呀！上野辅3个大盾同时开启，能量直接上前，仅仅身上的盾都要溢出了。不是哥们，这盾直接把血奶满了，这是什么套路？这波 EDG 的切入是羊入虎口，他们要溃败了。囚女反开一，女警毫无压力的站路，疯狂输出，帮 WA 打出了一波0换5。EDG 太无奈了，明明是优势却无能为力。最后，让我们恭喜 WA 拿下一局。没识破他的战术，我的问题，这肯定是他们的新战术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下把他们先选，把盲僧搬掉就好了。但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套路多，他真的只有这一个战术吗？赢了，4点了，教练，你教的吗？不是，不够抗跌。之后俱乐部可能会对你们的位。经过短暂的休息，我们来到了 WA 的赛点局。EDG 选择搬掉盲僧，作为顶级的盲僧使用者，厂长居然会选择自断一臂，可见始末上一局的发挥确实让 EDG 自顾不暇。什么 ？WA 居然一抢了艾翁，这应该是艾翁首次登上职业赛场。艾翁是哪个英雄？也去打篮球那个。艾翁的技能是什么？对面还是打下半区，这把下路对攻。厂长前期想尽办法做事，可是 WA 打得相当保守。而始末在效仿上一局的打法，疯狂的反野，而且艾翁的反野非常灵活，防不胜防。厂长想去上路，腿哥已经化身塔之子，这不好办呐。出完招了吧？到我了。始末掏出来香炉，又要复刻上一把的剧情了。厂长宁愿站着死，他开进去选择搏一搏。可惜对方阵型非常严谨，毫无破绽。但是 WA 的阵型已经成型，厂长倒下，宣告这一局的结果。让我们恭喜 WA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我感觉那艾翁的草不是种在中路，而是种在我头上。怎么有人玩的这么恶心啊？唉，我的问题，节奏乱了，他的战术出人意料，指挥也得心应手。那么恭喜 WA 3比1 EDG。WA 成功战胜 EDG， 本场比赛的 MVP 选手也是给到了下路的大舅子。但是我觉得应该给到始末，他玩的太有特点了。确实，他的打法几乎是剑走偏锋，让厂长有力难施啊。那让我们稍后采访一下 WA 的始末选手。那么也是很荣幸啊，再次采访到了始末。虽然最后一把你不是 MVP， 但是大家似乎对你的兴趣比 MVP 还大。今天的打法是早有准备的战术吗？打法其实没变化呀，就是和赛季初一样，好用能赢就选了。但赛季初你选择了更具进攻性和表演性的刺客打野，现在为什么却当绿叶？所有人都玩野核，再研究有什么意思？再说，今天的打法难道不好看吗？开黑的时候可以试试，我不会记律师海，但记得标明出处。哇，这个人是真的骚。你当初打职业有没有他这么夸张？IJ 当初就没怎么赢过 EDG 啊！感觉周雨露的采访难度不亚于上场 BO3， 太难憋笑了。当年我打职业比他还骚，你们不要皮，我跟你们说。呸！他这个打法是有思路的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虽然你和厂长对位后，许多观众都期待着你和他的对抗，但这次你却没有选择正面碰撞。你不打算和这些粉丝说点什么吗？你们知道的，厂长是我偶像，我曾经看见过他击败许多选手，这家伙强的不可思议，我迫不及待想和他再来一场男人大战。很遗憾，我们得下赛季才有机会了。至于下季赛，我祝他一切顺利。他是不是又开始了？好像是的。兄弟们是知道我的，
我绝对跟史墨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一句黑场子的话都没说。又结束了。让我们恭喜2NJ 3比0干净利落的战胜 OMG。走了走了，晚上我请客，搓一顿去。恭喜香锅 2NJ 挺进决赛。今天3场比赛节奏都非常紧凑，是赛前有特意针对 OMG 做过布置吗？没啥好特意准备的吧，就打我们自己的东西，他们没顶住。那么下一周你们就要在决赛面对 WA， 以及刚刚击败了厂长的始末选手，对此有信心吗？会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？始末是吧？听说他很猛，没啥好准备的，决赛场上碰一碰呗，大不了跟他爆。始末就是个虐菜高手，遇到香锅原形欠冠军的队伍也配叫？601，别高兴太早。不是 RNJ 怎么同时惹了1、2架？始末这场的情野区霸主，决赛干翻 RNG。WA 很强，但 RNJ 无资，那野区拴条狗都能赢啊。始末很强，但决赛看的是整体，我们 RNJ 整体更强。始末的英雄池有多深？决赛最佳新人 WA 能否一黑到底啊 ？WA 能走多远？这个价格很合理，但是如果我们春季赛夺冠，这个价格就不合理了。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，贵方俱乐部可以保证夺冠吗 ？WA 的表现非常不稳定，尤其是新人不上场的情况下。我们的队员发挥很稳定，我们的新人也会一直上场。喂，这总，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把握赢下决赛。这总，今年我们的对手是重建后的 RNG， 这支队伍和其他队伍不同，很难针对。我们不是有常胜新人吗？但他毕竟是新人，队伍能走到现在已经很棒了。我不想听借口，决赛你们必须赢。唉，集合一下，我宣布2个消息。好消息是，老板发话了，春季赛夺冠，所有人工资翻倍。我操！坏消息是 ，RNG 刚刚击败了 OMG。我们决赛的对手是 A 组全无败绩的 RNG。那支队伍全世界现场几乎拿下大满贯的战队。训练吧。同意。我可以练通宵。任务提示：有新任务来了，新的打野模板，只是不知道会是谁的模板。虽然靠着晒模板的操作和我自己的理解，总是能用套路打个出其不意，但顶尖对决之中，在视野上的缺陷会暴露给我，不伤命人。欢迎各位观众来到2017年 LPL 春季赛决赛的现场，我是米勒，我是瓦瓦。今天我们的解说席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，老贼是初次到决赛现场做客吧？OMG 的射手老贼，第一次和乌兹在决赛碰面，却坐在解说席。RNJ 这个拥有着联盟最强项目工资分表，敢打敢拼的野区发动机香锅，以及单杀魔王的天才中单小虎。没有弱点的队伍，正确的5个人。WA 这最后一手会选什么呢？皇子还在外面，盲僧也在。香锅的盲僧是有说法的，会先抢盲僧吗？ WA 选择了死哥，是打野吗？没有摇摆的可能，就是死哥打野。这又是什么黑科技啊？那香锅会拿盲僧吗？我觉得皇子比较好，死哥没有位移的。赵信，他会拿赵信。啊，居然猜对了！不过赵信也确实克制这种腿短法师，因为香锅就是这种自信骄傲的人。我们看到始末开局就做了个很奇怪的眼位，香锅刷完红就开始了2级入侵，始末打算怎么应对呢？闪现！死哥交闪去了香锅的野区，居然敢这样操作吗？他不怕退役？他到底去哪儿了？香锅反完蓝回来，发现自己家上半区空了，而且始末正在刷自己的下半区啊！香锅这波扑空的有点炸。香锅无野可刷，只能冒险越塔。但是死哥开大了，始末是怎么到6的？乌兹康塔被死哥大招收掉了，这波越塔无功而返啊！6分钟，他6级了，他还在刷野，完全不受入侵的影响。这证明他的开野路线是对的。始末的套路成功了，香锅没有打出应有的效果，现在没有人能处理掉他。死哥被开了，他要被秒了，但是他还有僵尸。始末死在了小龙坑门口，
像个防御塔一样。也很难想象一个打野不去打龙，反而孤身拦住对手。带着龙 buff 推完高地啊，死磕轻松断后塔啊。RNG 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。我受不了了，这样被嫖塔野说，不如直接开了。等会儿就开死哥，我宁愿站着死。始末死的位置很好，最后几秒选择开大，乌兹倒了 ，RNG 没有输出了，要被一波了。恭喜 WA 获得本场比赛胜利。说是4保1，打团就没人管我。窝子也是被打懵了，消息。我早说了，不如学人家拿个iPhone 啊！天天玩秀的，打团有用吗？笑吧，你不会那么舒服。RNG 这样的强队，用套路也只能在一局里出奇制胜。下一局他们会做好防备，兵行险招，会弄巧成拙，用常规战术，硬碰硬。明白。石墨锁定蜘蛛女皇，香锅秒锁盲僧。哇，我要为十足的对位啊！这是要对拼吗？硬碰硬，那叫硬碰硬。来吧！前期下路双方都在分拼发育，都没有想搞事的意思。哎，但始末居然模仿了香锅的搞法，想先从下路打出去。可他小看了乌兹的身位控制，躲到了始末的关键技能。而且不仅如此，香锅坚定的守在下路，只有2级的始末反倒成为了猎物。始末倒了，这下野区全懵了。干得好，下路随便打。那我就主打下路，我可以堵在这条边路，联盟最强下路，这是我最大的底气。依靠下路优势 ，RNG 打开了局势，香锅的操作空间更广阔了。香锅的节奏停不下来啊！强势的存在感让他一个人压住了3路，一个人压3路，居然真有人能打出这种局面吗？这就是决赛，强队不会出现突破口，但我却要想办法突破。巅峰晒融合度92%，那帅哥的模板中，只有操作和团战突出，视野和意识却是短板。我相信你，如果有办法，那就去做。下路不会成为短板，有办法就去做，只需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好，这是顶尖对决，本就要硬碰硬，只要操作拿得出手，那就拼操作。破釜沉舟啊！始末在劣势下居然选择了杀人术，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人站出来，所以始末站出来了。杀人术，他要杀疯了！这件装备出来，如果没效果，那离退役也不远。他避开了下路，要从让地这里打开突破口，开始了疯狂般的针对，能顶住吗？我还有传送，任他几路来抓，让他众生平等。杀人术拿到了层数，要起势了吗？突破口有了，但最哥，这把需要你牺牲一下。我和他换，兵线人头都给你。RNG 的任何战术，其实都无可避免的会导向4保1。队友保证乌兹的优势，乌兹保证对局的胜利。你能逃出 RNG 的节奏吗？他想先上路的血来养杀人书，他越塔太猛了，而且对面上路一直主动跟我换命。那就看他先起势，还是下路先崩溃。RNG 选择明牌越塔 ，WA 下路塔下奋力反抗。虽然越成功了，但是 RNG 扛塔的野辅也被换掉了。这波 RNG 不赚呢。你治疗按了我不会死的。马上龙团了，你活出来刚刚好。我有足够的秒杀能力了，下路可以来吗？也小心，香锅也在。香锅闪现大招踢飞了始末，天一波追击能秒掉吗？香锅继续追击，但始末没死，他抢下了龙，精神锁住。队友已经赶来，在队友的掩护下抢下小龙，逃出升天，这就是始末。比起那些老队友，
我们不都是外人吗？为什么你的队友可以这样信任你？石墨的斩杀能力已经起来了，我秒掉了来做眼的辅助，RNG 的视野将会一片空白。他又出手了，目标是上路的让地。这是什么伤害？20层杀人术，他要杀疯了！烈士之后没有一次失误，他的操作掀发了局势。你赌在4保1，那我也赌4保1。你们4个赌在一个队友身上，而我的4个队友却互相赌在对方身上。这不是你我2人之间的差距，而是你我10个人之间的差距。RNG 视野做不出去，局面非常被动。这谁知道蜘蛛在哪个角落里准备杀人，很难防备的。决胜局了，石墨开始了团战，这将是决定胜负的团战。关键控制，石墨在乱战中抓住了乌兹，乌兹被秒了 ，RNG 没有了输出，只能溃败了，没法玩了。4保1的单点1没了，我觉得这把已经可以提前恭喜 WA 了。太精彩了，这把 RNG 有点可惜啊。都是4保1，我们不如他们吗？完全是一场硬碰硬的对决啊！但最终还是 WA 更强。是始末强。确实，这种局面下会有人放弃，但也会有人。5个人从赛季初开始，失意的、忐忑的、气馁的走到一起，无数强队在我们面前倒下，我们面前已经再无强队。大家都说我的打法很赌，但我一直赌赢，因为我们是最正确的5个人。但那5个人的出现，让我感到一丝慌乱。香锅，你说说上把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5个没问题，只是对面发挥的好。我觉得就是有问题啊！你们打得太乱了，把我也搞得很乱。我说什么你们完全没有反馈，我都不知道该干嘛。说是打野指挥，然后我说话也没有反馈，我一直被越，也没人管，搞得我手一直在抖。我会没问你上路能不能扛？那我也没想到你一次不来啊！你越个下他还死了，人家蜘蛛越他不是轻轻松松的吗？你们2个都少说2句。小虎，你说说看。来中抓一波忘了就炸了，你又不来，反正就是没人来。4保1打得不够坚决，你还能说出这话吗？乌兹，我放了2条线蹲在下路，打到结束都只补了60刀，薛克塔连治疗都不舍得交。我不死，我都不知道对面下路怎么玩。你那么大优势的女警打团被秒，你像个人吗？是一个治疗，踢到现在，怪不得赢不了。老贼觉得第3把游戏内容会发生什么变化吗？变化应该不大，毕竟 RNG 无论什么战术，最后都会变成4保1。不过还是得有改变吧，不然他们很难对付石墨。但感觉气氛不对，香锅没有了之前的锐气。香锅和石墨拼得很凶，但是 WA 的支援先到了。香锅率先阵亡了。你宁愿清兵也不来吗？我给你打信号了呀。RNG 应该是出了问题，按照之前香锅一定有支援，没必要再看。WA 拿下了。啊！香锅 Q 了上去，踹回了大舅子，但是 RNG 剩下的控主没跟上，反倒是香锅先倒了。香锅开的太差了，这条龙应该是 WA 拿下了。RNG 这把失误太多了。下波手高，你们如果没办法，我就上去踹一脚。你们都没意见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哼，都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登基，金色的雨属于 WA， 属于这5位小伙子。嗨，恭喜 WA 夺冠！石墨选手今天感觉如何？RNG 非常强，虽然是3比0，但都是险胜。3比0也是险胜，你今天可太谦虚了。那你觉得今天能赢的关键是？
可能因为我们是更加正确的5个人。出道第1年就夺冠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春季赛只是起点，我会一直赢下去，直到世界赛。像我们这种赌徒，一次都不能输。赢下去吧，石墨。石墨，快回来！腿哥不让我们碰奖杯。采访先到这儿，你的队友好像等级啦。波姐 ，WA 的第1位 LPL 冠军，你要说对手强了。啊？我们俱乐部原来差成这样？不就一个春季赛冠军吗？那你他妈倒是松手啊，抱那么紧。哦吼！因为我也是第4个换正确的人。今晚的春季赛决赛实在让人惊喜 ，WA 夺冠，打破了 RNG 和 EDI 的王朝统治，拿下了春季赛冠军宝座。让我们恭喜本赛区的新王登基，也祝贺始末以无可挑剔表现完成了新秀赛季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。他的天赋还远不止于此。今年世界赛上，他是否还能继续绽放光芒？你们问我为什么昨天没去直播现场？我忙啊，我昨天在处理事情的呀。他是真给人长脸，我当时就说他值500万。兄弟们等一下，好像有快递。怎么是你小子？刁老师，我来看看你，给你带了点土特产。兄弟们看，我给你们请了个嘉宾来。这小子一点都不忘本，拿了冠军还知道回来看看。还是要感谢朴老师，要不是您支持，我现在还在打次级联赛。幸亏你去了职业联赛，现在次级联赛已经打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化制度完善，俱乐部席位固定，次级联赛取消了。说来 YW 确实是因为次级联赛取消，彻底没了机会赛决赛了。话说，小文呐，当初在 YW 你们5个谁在演我啊？肯定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啊，成绩不错，继续保持。不过，你说的舆论是怎么回事？始末的打法风格鲜明，性格狂傲，外面现在节奏不断，要不要让他收敛点？为什么要收敛？人设狂傲强劲，打法华丽多变，这才是明星选手的形象。俱乐部是靠选手赚钱的，买热搜、买通告、做宣传片。我要让始末的嚣张造型出现在机场，让投资商一下飞机就能看到 WA 的天才选手。还有一件事是，官方发宣传片时不小心把康帝桌子上的冈本拍进去了。以后注意私人物品别乱放。不过这跟始末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是始末太出风头，康帝事实上已经成了替补，所以有点儿。从俱乐部利益出发，首发打野必须给到始末。观众是奔着看他。中断休假是很严重的，休赛期选手一定要得到休息。但这是老板的意思，10天后的比赛也要重视。可这个时候如果不休息，夏季赛的伤病减员会很严重。不妨问问他们选手们的意思。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意思是因为我们赢了冠军，所以要被邀请去10天后的季中邀请赛。没错，季中赛会邀请13大赛区的冠军，进行一场高强度的系列赛。所以想问你们去不去？去的话会不会太累？参加的话就等于全年无休，赛季末状态会很差。去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打世界赛。况且其他赛区的冠军和我们一样累，为什么不去？我想去，可来到国服也是为了世界赛。派我干嘛？队长难道会怕累？新人都不怕，老人更不怕了。去，都去。那就开始训练。我们还有10天时间准备战术。欢迎收看季中赛区邀请赛。现在是月服冠军对战日服冠军。
罕见的高分大战，比分已经来到了22比28。现在是决胜负的一手，最终日服赛区惨遭翻盘。这样一来，日服便要确定出局了。恭喜乐服赛区晋级淘汰赛！日服的这支队伍东拼西凑走到现在，全靠队员们的热爱。一时的失败，对这个全新的赛区来说，并非坏事。还有漫长的旅程。今天你就要离开冠军赛的赛场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来到世界赛的那一瞬间，我和我的队员都非常开心。队友们告诉我，希望这一次不留遗憾，但我们没能做到。或许失败总是贯彻始终，这就是人生。兄弟们，去拿个冠军！欢迎来到冠军赛的淘汰赛阶段。已有半数赛区遭到淘汰，世界上最强的8个赛区已经决出。今天我们 LPL 的队伍终于迎来首战对手，曾拿下过世界冠军的电狼。此前刚刚赢下 G3 的 T1，与他们擦肩而过。哼，哼，那个人，他是？你们是要签名吗？不，我叫石墨，是你的挑战者。欢迎。香鹤，你的朋友吗？不是，他叫石墨。LPL 今年的最佳新人，被誉为天才打野的石墨。我好像总能遇见天。我勒个豆啊！挑衅魔王，够疯，还得是石墨。我一直以为嘲讽厂长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还有高手。我这次就是为了打倒他才来的。这就是你刻苦加练的原因吗？没错，一直都是。随着入围赛的结束，淘汰赛即将开始。代表国服赛区的 WA 要开启5天10场的高强度赛程。第一天的赛场，他们要面对电狼和 TSW 2支冠军队伍，而且电狼是拿下过世界赛冠军的豪门，第一场便是强敌。卡萨，速战速决，别跟这种弱队浪费时间。我们的目标是 T1， 明白？来到世界赛场，我们比赛的弱的地方，确实没空跟这些边缘赛区浪费时间。2小时解决他们。这臭小子，怎么回事？打法一向灵活多变的石墨似乎没有取巧。其他线的选择也是针锋相对啊。这是打算正面对决，胜者为王。希望石墨第一次登上世界赛能保持状态。地图准备就绪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我对电狼的了解并不深，但却很了解卡萨。在明年，他会展现出自己的全部才华，为 RNG 拿下大满贯。但在今年，这还不是你的时代。赛术模板看片歌。毕竟新的奖励模板已经训练到80%。刚拿到这个陀螺大爷的时候，我一度感到崩溃。但他在视野和意识上的优势，恰好可以弥补帅哥的模板。2个模板结合之后，我便没有短板可言。石墨猜到了卡萨的动向，难道他能窥屏吗？这已经是第3波了，他每次都能猜到卡萨的动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了解你防守反击的战术。在石墨的带动下，节奏一波接着一波，电狼只能被迫接团了。WA 打得非常严谨，毫无冒进的意思。石墨的指挥毫无破绽，电狼兵败如山倒，被杀得丢盔弃甲。来到世界赛的舞台，也丝毫没有影响石墨的发挥啊！让我们恭喜 WA 拿下冠军赛首胜。世界赛的强度仍不能阻止石墨的强势，他到底能走多远？走吧，没空和弱队浪费时间，我们的目标是 T1。3天后的第2轮，给我等着！迎战 TSW 北美冠军队伍，石墨的攻势也丝毫不弱。北
北美冠军被他一路横扫，丝毫没有反抗之力啊！不破绽的运营，神乎其技的技术，这就是王者姿态。我感觉到他变得更强了，始末还在成长，他的上限在哪里？这周打完回国，要把更多精力放在韩服夏季赛上，尤其是 TK 队。我们不用研究冠军的对手吗？你的职业态度很好，但如果连其他赛区的队伍都没有信心拿下，那么现在就可以离开韩服。其实我也想知道首日全胜的队伍有哪些。我马上就找找。只有我们和 WA， 但 WA 只赢了一个电狼和北美冠军。但 WA 只赢了一个电狼和北美冠军，电狼巨大落后，也有翻盘能力。北美冠军战术千变万化，赢下这两支队伍本就是实力的体现。我希望大家作为韩服的队伍，保持对对手的敬畏之心。好，我会让教练组准备好 WA 的赛事录像。香鹤哥，谢谢你替我说话。没关系，我们不是队友吗？更何况你是对的，重视队友，这是强者应有的品德。香鹤哥 ，WA， 怎么我感觉他又变强了？毕竟年轻人嘛。你说他们有机会吗？没机会，为什么？国内盛产射手，这给大舅子这个外援射手的压力很大。他的手伤在春季赛时就已经很明显了，但 WA 没有替补射手，以 T1 的敏锐嗅觉会第一时间察觉这个进攻点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办特办喽！感觉始末又变强了，赢下去吧，要赢！欢迎来到冠军系列赛的专访节目。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，朴老师是始末的伯乐，当时您是怎么找到他的呢？是他自己找上门的，说自己版本理解超前，打得也不差啊。我把他当成找工作的，就安排进了 YW 打上路替补。他进来之后打得很好，我就请他吃饭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我到现在还记得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又没能晋级 LPL。但你为啥着急去 LPL？ 甚至是休学来打，家里人不同意吧？啊，确实不同意啊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么急呢？可能是因为见过太多次硬汉了吧。而我唯一会的和擅长的只有英雄联盟。如果不能在擅长的事情上挽回遗憾，我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。哇！始末，今天第二赛日，我们的小组赛对手是 T1 和 G3， 但有一个坏消息，始末食物中毒，这几天没办法上场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吧？伙食都是俱乐部自备，排除了其他队伍的盘外招。可能只是运气不好，等化验结果吧。可今天的比赛怎么办 ？T1 和 G3 都是强队，我们怎么？他回来出钱，我来吧。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。WA！ 这场 WA 选择换康帝上场，是藏了什么杀招吗？面对 T1 的变阵，极有可能是准备了绝招。别紧张。三冠王，自 Faker 活跃在世界赛场上就从未输给过国服战队，今年势头正盛的 WA 有。Hello， 还以为在动手术呢，原来只是食物中毒。抱歉，让大伙操心了。
化验结果是投毒，确定是盘外招了，事情会很严重。也怪你一点防备都没有，不在国内主场还敢乱吃东西。和 T1 的比赛怎么样？输了。赛后 Faker 向康帝打听，询问那个挑战他的人呢？他让战队转达你，决赛见。3天后，决赛见。我帮你办了3天后的出院手续，第6个赛程日能上场。今天啊？今天我就得出院，队内士气一落千丈，我必须回去。可是洗胃后不能这么快就……我需要时间练习。我想到了一个必拿1分的战术。这……龙之子支配了季中系列赛，在始末不登场的情况下 ，WA 死死咬住了比分。5日赛程结束 ，T1 10-0，未尝一败 ，WA 8-2，紧追不舍。紧凑的冠军系列赛程，罕见的在决赛前休息了1天。我们要仔细研究一下对手的习惯，这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强大、稳定，像是台机器。我很清楚他们要干什么，但就是挡不住。他们其实每一把都在用着相同的战术，不然怎么被称为魔王呢？啊？哪位？你猜？我们几个老家伙连夜凑了凑资料，T1这赛季的比赛都整理过了，你下载一下。啊！谢谢你们。没必要，那么多年恩怨，好不容易有能赢的希望，别丢了份儿。既然来到了世界赛，得要拼尽全力。听说决赛打魔王了，我还有机会吗？啊，身体没问题了。有小人盘外招，还好有你。废物，我是你的首发。既然我回来了，我有一个必拿1分的战术。哎，听说双方的首发名单已经定了。啊？什么？确定是这个阵容吗？观众朋友们，现在为您转播的是2017冠军系列赛的现场。经过激烈的角逐，最终杀到决赛的是韩服冠军 T1 战队。倭服冠军 WA 战队。我听说你住院了，希望你今天状态良好。挑战者。康帝和始末居然同时坐到了选手席。WA 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是，这谁打上啊？始末肯定是上单，他上单一直很强的。别担心，有我。这是什么阵容？胡不肉 counter 位给你。放心，打野临时转上单，随便打。可以把对面打野作为突破口。他没我强。T1拿下加里奥，而 WA 则直接点下了青钢影。数的驱动。T1 拿下基拉，准备团战反手。WA 则是选择露露作为应对。T1 又抢下皇子，这个阵容团战太强了。WA 则是拿下杰，要搬命了。T1 选择女枪作为射手，补足了反战伤害。WA 拿下寒冰射手和妖姬，要避开团战，全力支援单带部分。T1 选择纳尔，康特青钢影也兼顾团战。什么？始末拿下了第1滴血，然后 TP 上来就被打残了，始末直接一条命打2条啊！康帝到了，胡不肉未愿，上路穿线了。胡不肉，我的问题，我不太了解这个选手。萧何哥，
我去上路帮他。我也去。小心，他不见了。能来吗？我感觉到了，都在我附近。我尽力。石墨大招躲开了英雄登场，我根本没想到甚至要反打。旺仔和康帝在河道拦住了花生，两边都是2对2，谁能更快呢？花生先倒了，康帝和旺仔的输出还是高一些的，但是始末也没能坚持到队友的到来。真是极致的对抗，太精彩了。哎，我的问题，我应该再快点的。放心，没有任何变化，他上路还是突破口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康帝。大舅子回到塔下向中路射出了大招，中了！虽然 Faker 在眩晕前开出了 W 的减伤，但是输出不止旺仔，还有康帝。Faker 他倒了，这甚至是 Faker 在系列赛的首次阵亡。但是 Faker 活了，直接传送上路，配合胡不肉要强越始末。康帝在反盾，胡不肉反而要死。这波飞科强起的节奏只能无功而返。但是花生也在下路抓死了大舅子。我的问题 ，T1 的应对太迅速了，我应该缩回塔下的。或许真的有机会，好像 WA 已经领先了。别人或许不知道，但最近战术的始末一定能感觉到，他们占上风了。虽然双方人头比差不多，但是始末单人线领先了3000经济，全是对位领先，没人能制止他的强势期了。唉，这局没有容错了，胡不肉，你不能再失误。啊！我们只是被推掉了上2塔，已经没办法处理始末了。我们需要投入3个人才能阻止他。WA 剩下的人想做什么都可以，这样下去的话 ，WA 总是用出人意料的阵容拿下第1局。放弃上路，专攻下路。大舅子的手伤撑不了多久，拿香炉打法，专攻大舅子这一点。上路的胡不肉固然惨不忍睹，但是下路大舅子也不好过啊。T1的中野轮流下吧，大舅子直接被打出了3级的等级差，毫无反抗之力啊！现在 T1 众人抱团推进，根本不给4-1分带的机会。始末能回来吗？我清不动兵，塔要掉了。好，这就是 T1 吗？迅速调整，找到弱点，一击制胜。这把应该是 T1 拿下了。恭喜 T1 将比分扳回1比1平。千帆过境，唯有我屹立不倒。你还差得远呢！我又输给他了吗？必须要调整了。T1 这样打下半区，我们顶不住。顶不住吗？黑 T 战队暂时不需要射手。T1 之前确实有意向招募你，但是我们有了更强的射手。T1 不要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要呢？或许你可以去 LPL 试试。不，我顶得住。相信他吧。我必须要考虑，这是不是我此生唯一证明自己的机会？变大，变大 ！T1 集结下路要针对大舅子，大舅子没有后撤 ，WA 他们要反打。大舅子开大滚向了 T1 众人，你还想逆天改命吗？巨弩把花生钉在了塔下。我不遗憾来到 LPL， 计划了解了嘲讽，你永远都是被抛弃的替补。我只是要证明我不比你差。很难想象 T1 的4包2居然被大舅子换掉2人。由于没能快速击杀大舅子，代价是上中两路的1塔告破。好样的，这下 T1 要头疼了。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吗？当然继续，他下波没技能了，操作没有用啊。这个 T1 疯狂的针对下路，硬没能复刻上一把的平推，不仅上路直接穿线了，射手位置也没能取得领先。T1 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了。让我们恭喜 WA 2比1再一次领先。
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医生说你肯定不能再打了。能不能撑过剩下2局？我们没有 AD 替补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打算报废你的职业生涯吗？我还能打。第4把两边对拼的更加激烈了，但是大舅子频繁失误，这把好像完全不在状态啊。上把就是你运气好，这把直接对位打爆你。WA 已经陷入劣势了，最后还是没能做到吗？不出意外 ，T1 应该是拿下了。恭喜 T1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我们看到 WA 的队医直接冲进了比赛房，大舅子应该出了一些问题。江鹤哥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呢？如果未来是他们的，现在他们在努力证明。你怎么还在打？你真想报废啊？我以为能撑得住的。对不起，最后还是输在我身上。说什么鬼话呢？赢了一起狂，输了你自己扛是吧？不把兄弟们当人啊？啊？哼哼，受伤早点说呀！不相信兄弟们能兜底吗？而且，谁说我们要输了？我刚刚得到消息 ，WA 的大舅子选手出现伤病轮换。但是据我所知 ，WA 是没有射手替补的，所以希望看到这里的观众能对 WA 多一点宽容。至少他们给予了我们打败魔王的希望。蝴蝶飞不过沧海，又有谁会责怪呢？可惜了 ，LPL 最有希望的一年。WA 能打到魔王2阶段也不错了。谁能打得过第5局的 Faker 呢？决胜局，我们刚刚得到 WA 的出阵名单。上单腿哥，中路旺仔，打野康帝，辅助二舅。石墨，真能玩射手吗？那怎么办？点了？哼，打完打野打上单，打完上单打射手。真以为自己全能啊！打满了整整5局，还不懂尊重对手吗？欢迎各位来到 MSI 第5局的现场。就死马当活马医了吗？相信各位都想知道石墨能不能打射手。一定要赢啊！一定要赢啊！不能输啊！会赢啊！会赢啊！胜者留其名。康帝想帮助石墨，直接对下路发起干预。康帝的杰佩和史墨维鲁斯的伤害直接击杀了吧！但是同时加里奥跃起，目标是上路塔下的腿哥。腿哥躲开了冲击波，看来腿哥安全。腿哥居然被这把 Faker 的加里奥居然选出了纯输出配装啊！这2波节奏石墨发育稍稍占优，直接推掉了下路塔。WA 双人组准备换线到中路推塔，但是加里奥纯输出清兵太快了 ，WA 完全威胁不到魔王啊！可 WA 毕竟不是后期阵容，如果他们还找不到突破口，那就危险了。还是那么强大、稳定、令人窒息。但我回到8年前，绝不是为了重演历史。两边上单同时亮起了传送，中路团战一触即发。
始末他闪现大招出手了 ，Faker 失误了 ，Faker 被控了。但是 Faker 没有出肉，血掉的很快，要走了。居然，老大，棒的小炮闪现治疗抬升了 Faker 的血线，但始末没有给他任何机会。那你以为还能走吗？走不掉，那就刚到底。两边射手对 A， 但是始末连续的暴击啊！棒的血条下降的飞快。到这上小炮打出了啊！屏障，始末按下了屏障，失其滴血，没有死。切，狗屎运，真的是狗运。他的运气真好。不，是勇敢者的奖励。接下来 WA 可以顺势推掉中路，占据优势了。有希望，一定要赢啊！腿哥的青钢影直接踹了上去，开到了棒的小炮。飞科和胡不肉的大招配合，为什么躲开了？花生想要下龙坑，尝试抢下大龙啊！但是龙之子不弱于人，康帝惩戒下了一波！恭喜 WA 战胜 T1！ 时隔5年，我们终于见到 LPL 队伍走到了世界赛的决赛舞台上。WA 这支年轻的队伍，他们放出豪言挑战魔王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他们终于登上顶峰。正如所有的传说一样，年轻的勇者战胜了自己的心魔，将不可一世的魔王斩落。打得很好。这下轮到我成为挑战者了，去捧杯吧！世界冠军，这俱乐部不得给我们单开一夜呀？哎，别急，给我留个位儿，拍不到了。这不是始末要进来吗？让让，说不定始末不稀罕这个奖杯。这一天，我们等了太久，我们终于可以自豪地说，我们是冠军！WA！ 恭喜拿下队史的第一个世界冠军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本来我想说，夺冠之路很顺利，但是发现说不出口。即便战绩豪华，但这一年其实很难。队伍重组，大家不断磨合，互相信任，战胜无数强敌，最后终于能踏上决赛，面对 T1， 一切都显得不真实。当我在住院的时候，万年聚会。在队友手上时，我也想过放弃，但是还好，我们做到了。不过，这一年还未结束，我们也有了接受挑战的资格。挑战者们 ，S 赛见。